欢迎来到失眠 ABC 的这个频道哈。我们今天要聊到睡眠结构啊，我们的第二步啊，就是关于呼吸道里面，之前讲了鼻子，那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鼻腔呢，它的下半部一个非常重要的构造就是上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那什么是上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当中上半部。这个是我们的鼻腔。好，那在这个鼻腔的底部啊，如果我们把鼻子想象成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地板就是我们所谓的上颚。好，那这个上颚呢，我们看画面当中呢，前半段呢比较红色的部位是所谓的硬腭，后半段呢是所谓的软腭。好，那硬腭它最主要是由骨头跟黏膜构成的，但这个软腭很多人就看它软趴趴的一块东西呢，就想说它是一个像黏膜一样的东西，其实不是哈。这个绿色的这块软腭呢，它其实是一堆肌肉的合成。好，我们现在看影片里面有介绍，它是各个肌肉的合成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角度比较特别，我们站在一个人的背后，然后他的后脑勺啊，他的脖子变成透明了，我们就可以从后面往前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会看到现在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软腭。靠近我们画面当中下面有一圈东西呢，那就是我们底下呢就是我们的食道跟气管。我们现在放大看这个绿色的这个软腭呢，它刚好呢就是在我们的鼻子跟我们往下到咽喉、食道、气管中间的一个隔开一个区域。所以软腭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用来隔开我们鼻子到最下面咽喉中间的一个关卡。好，我们就来看刚看的这个画面呢，是从后脑勺往前看。现在这个画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由前面往后看。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呢，这是口腔。这个口腔的天花板呢，就是所谓的上颚；口腔的下面呢，就是所谓的舌头。好，我们现在看到，那这个天花板的前半段，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的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硬腭骨头构成的，表面一层黏膜。后面呢，绿色部分就是软腭，也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变成紫色的这个叫做软腭。软腭的这一区呢，是有很多块肌肉构成的哈。那既然它是肌肉构成的，就代表说，它是可以用力收缩的。好，我们在平常做一些动作，或者在吞咽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它就会借由肌肉收缩，让它往上提或往下降。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往上提往下降？我们来看到现在如果这个画面当中的后半段这个软腭当它往下降的时候，它往下垂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可以露出来鼻子跟往下咽喉啊、气管食道这个中间的一个区域？这个时候你的气流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经过。好，那相反的，我们来看如果今天它往上抬起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说它不是单纯跟黏膜，它是一堆肌肉？它这个肌肉是可以摆动，那肌肉一收缩的时候，它这个软腭一抬起来，它就可以封闭住我们鼻子跟咽喉之间。这个重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因为这里面呢，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在咳嗽的时候，你这个软腭失去功能的时候，你可能底下的食物还是什么东西就可能往上喷，就从你的鼻子喷出来了。所以软腭呢，它等于是一个阀门一个 valve 一个阀门，它用来负责关闭我们鼻腔跟底下的构造之间。这个临床上有什么重要的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是张大腿，然后你看它软腭抬起来，就封闭住鼻子往后的空间。那放松，那个一下垂，你的鼻子就跟底下相通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构造。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刚刚说我们知道软腭的功能是用来隔开鼻子跟底下的功能。如果你今天呢，你的软腭本身松弛无力，你这个肌肉不行了，没有力气。你本来在睡觉的时候呢，它会留一个缝隙，你往后躺嘛，往后躺着，这个时候你呼吸的时候，鼻子的气道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往后面流到我们的气管里面去。可是呢，如果今天你的软腭松弛无力、软趴趴的然后挡住了你的这个鼻子，像我们画面当中现在这样子，卡住了，你鼻子的气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很用力呼吸，用力呼吸这样，很用力呼吸，就是像刚刚我们画面当中这个软腭呢，就在那边震动，然后就会发出那个声音，有没有？大家打过这种那个声音是怎么来的？有人在开玩笑说那个哐的那个声音，那个哐就是你看软腭在画面当中摆动。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发出打鼾的声音。这里就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有些人说，奇怪我开始打鼾，到一个程度他就不打鼾了，那是代表他睡很熟，没事的。不，你看就像画面当中，如果他今天更严重，
它整个软腭贴在后面，你怎么用力吸气，那个气都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软腭冲开来，它就始终把你的鼻腔后面封住了，完了，你气流就进不去了，你就没办法从鼻子吸气，停止呼吸，啊，所以你有时候看那个影片，有些影片告诉你要怎么治疗你的打鼾，好，他跟你说我们把嘴巴贴起来，用个贴纸贴起来，这真的对吗？这就要验证出来，这真的对吗？这里面你就要注意一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鼻塞的问题。如果你有鼻塞，你把嘴巴贴起来，这个它根本没有气流进去啊。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Manga》？里面那个陈汉典，他被人家用胶水粘住嘴巴，后来鼻子又粘起来，最后就没办法呼吸了。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要傻傻的看这个，人家说有一些影片教你治疗打鼾简单啊，嘴巴闭起来。好，当然不会缝起来，用个胶带，然后你去虾皮还可以买到这种胶带，就可以处理了。哇，如果你鼻塞完了，你缺氧缺得更严重。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软腭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软腭肌肉松软无力，你没有弹性，你鼻子就算是通的，你往后一躺，那个软腭整个啪一下，像画面当中这样贴在后面，你把嘴巴贴起来，鼻子的气流根本没办法从鼻腔往后面流进去，一样造成你窒息。所以不要乱贴。可不可以用这种贴纸？要给我们检查，你要我们诊所，我们帮你检查。到我们诊所来哦，不是简单的问诊，我们每一个客人都有一定的 SOP， 我们先了解你的状况，让你填一些问卷，了解状况，然后询问完之后，医师呢会看你的状况，帮你做一些检查，做一些该做呼吸道的检查，检查完之后还会再排一些更高科技的检查，确定你的原因。好，所以不要乱看一些频道叫你贴这个贴纸，贴完以后你就缺氧的更严重。我刚刚提到。那既然有软腭是造成我们打呼的原因，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睡觉的时候它挡住呼吸道，所以我们怎么处理这个软腭这个部分呢？好，你一定有听过所谓的正颚手术。传统正颚手术有几种，那一般指的是去处理我刚刚前面讲的硬腭骨头这个硬腭部分。但软腭也有一些处理的方式啊。那软腭处理的方式呢，最简单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中间，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小舌头，就是所谓的悬雍垂。很多画漫画的时候看到中间有一个有一个中间在抖这个。那以前最早的方式呢，就是很简单，这个小悬雍垂把它切掉。好，问题来了，好，你就少了一个在动的东西，你就以为不会打呼了。可是当你知道吗？你这个东西切掉，首先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你睡觉的时候，它整个软腭往后贴，它不是只有悬雍垂的问题，它治疗你的打鼾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效果不一定很好。第二个，如果你切的太多它往后一躺，对，可能有改善，可是你做起来的时候，它少了一个可以往后挡住的东西，你吃东西就很容易食物往上呛到鼻子。吃个面条，可能面条从鼻子跑出来，吓到人，人家以为在变魔术。好，所以不是像大家想象中悬雍垂切到脚，坊间很多诊所都没有在管你的。好，这需要经过检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做。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但不见代表有用。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所谓的其他软腭的手术，像有时候医院会做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些手术的方式。好，它不是把悬雍垂简单用掉，它是把这个软腭做扩张，软腭成形术。软腭成形做扩张，或者是像我们诊所做所谓的微笑正颚手术，那做的不是硬腭，做的是软腭。好，传统的硬腭是骨头比较大的手术。好，用硬腭来处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来收看。我另外一位张医师，他会帮大家讲解。有很多的频道他在讲睡眠，他可能讲的说睡眠呼吸中止症很严重、很重要，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大家都是想说就是戴呼吸器，教你戴这个舌根的止鼾器可是每个人真的都这样处理有用吗？不，我们要清楚的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节目频道会介绍一系列从我们的构造。然后到它的病因怎么去判断，然后处理方式的不同，我会慢慢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对自己的健康更有帮助，想要对睡眠更了解，请大家一定务必追踪我们频道，也可以把我们频道分享给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朋友，他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呼吸决定你的睡眠品质，睡眠定义你健康的程度。拜拜。